马斯克身价1950亿美元，在2021年成为全球新首富。他同时是 SpaceX、Tesla、PayPal 的创办人以外，还是 SolarCity、Neuralink、The Boring Company 的董事长，也是一名科学家。马斯克出生于南非，同时拥有美国与加拿大的国籍。他父亲是南非白人，而他母亲是加拿大人。在以前，他父亲说过，马斯克是一个内向的人，从小就喜欢待在图书馆看书。高中时期经常受到同学霸凌，甚至还因此住了医院。在他9岁时，马斯克父亲就离婚。之后，马斯克和弟弟一起跟随着父亲生活。他父亲是一位电动机械工程师。马斯克今天的机械技术有大部分都来自于他的父亲。在他10岁时，他获得了一台电脑，并且在2年间自学了编程。12岁的马斯克还自己开发了一个名为 Blaster 的商业软件，并以500美元出售出去。1988年，马斯克高中毕业后，为了避免南非强制兵役，和他哥哥离开了南非，搬到加拿大，并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涯。大学生涯结束后，马斯克有了自己清晰的3个人生方向。他认为这3个领域可以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，分别是互联网、太空和再生能源。之后的日子，马斯克与他的兄弟 Kimball 一起创业，推出了 Zip2， 后来被某公司以3.41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价值收购了。马斯克在其中赚了2200万美元。可马斯克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，后来他创办了 X.com。X.com 是当代的网络银行公司，就像现在的支付宝一样。大约1年后， X.com 和 Confinity 合并，共同创立了现在的 PayPal， 而马斯克被推选为 PayPal 的首席执行官。然而这一切只是彼得·迪尔的阴谋。再有一次，马斯克到澳大利亚度假时， PayPal 的董事会解雇了他，并提任迪尔为新任首席执行官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做，马斯克本人也没有仔细说明过。可是，在2002年10月，PayPal以15亿美元被全球最大网络公司收购。马斯克身为 PayPal 最大股东，再次意外收获了1.15亿美元。其实，在2002年6月，也就是在 PayPal 被收购之前，马斯克已经开始自己的另一个疯狂计划——火星移民计划。他在2002年6月成立了第3家公司 SpaceX。马斯克首要目标使太空飞船便宜10倍。随后在2003年7月1日创办了 Tesla， 成为了全世界首个生产全电能汽车的公司。在一切看似很顺利的时候，马斯克人生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。由于马斯克多次尝试从俄罗斯政府手上买火箭以经营 SpaceX， 但遭到拒绝，他只好投入大量资金尝试自己造火箭。可是马斯克没有半点造火箭的经验，导致他在 SpaceX 3次的火箭发射都失败。同时，马斯克也很倒霉，遭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。此时的他即将面临破产。经过他严谨的思考后，决定把所有剩下的资金全部投到 SpaceX 的第4次火箭发射任务上。这意味着，如果这次发射失败， SpaceX 和 Tesla 都将倒闭，而马斯克会被宣布破产。经过马斯克与他队伍日夜的努力后，终于第4次火箭发射任务获得了完美的成功。发射成功后，由于他的火箭发射成本远远低于 NASA，SpaceX 获得了与 NASA 16亿美元的合约，为 NASA 承担12次太空发射任务。而在2012年5月22日 ，SpaceX 发射了一枚名为龙飞船的太空飞船送上太空，并于3日后与国际空间站对接，开启了太空私营化的时代。之后 ，SpaceX 发明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，比起美国 NASA 航空公司发射一次就遗弃的火箭成本低很多。从而至现在，美国 NASA 很多太空发射任务都用了 SpaceX 的火箭。马斯克并没有因此而满足。2016年6月21日，特斯拉以全股票收购了全美国最大的太阳能公司 SolarCity。随后在2015年12月11日、2016年分别创办了 OpenAI、Neuralink 和 The Boring Company。在某次访谈中，马斯克提到把人类送往火星将在2025年实现。
甚至20年后的将来要建造能容纳100万人的城市，听起来很疯狂。但20年后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这个疯狂的男人已经创造了很多奇迹，我相信这一次他也会做到的。关于 The Boring Company 创办的意义，马斯克有提到，目的是要减少美国交通阻塞的情况。在2017年 TED 大会上，马斯克有表明，他计划在洛杉矶地底下挖掘隧道，以打造一个3维管道。在车子开到隧道入口时，将会有电梯运送车子进入隧道。进入隧道的瞬间，汽车将进入无人驾驶模式，隧道里并没有限速，预计行驶速度会在200公里每小时。而这个计划现在在洛杉矶已经开始执行。关于这个项目，马斯克是这么说的：这个公司只占了我3%的时间，这仅仅只是我的兴趣。SolarCity 也计划要做到每家每户都能用上太阳能电源，客户可以以每个月支付贷款模式来购买。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在 Tesla 或是在 SolarCity， 马斯克试图把人类社会绿化，并阻止地球温室效应带来的严重后果。在2020年8月，Neuralink 研发了一个脑机接口器。研发脑机接口器的目的是治愈人体神经系统疾病，例如失忆、眼瞎、耳聋、焦虑、植物人等疾病。马斯克表明，甚至将来能做到将记忆保存到电脑，把记忆上传到机器人也可以，使人类拥有能够探测到紫外线的超人视觉，也可能心灵沟通，用思想召唤自己的特斯拉汽车等功能。该研发还处于用猪做实验的测试阶段，实验结果表明，安装了再移除该仪器后不会有任何后遗症，证明这是可逆性的。马斯克在 Neuralink 付出这么多努力，其实不单单是为了治愈人体神经系统绝症，背后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未来人类被人工智能替代。脑机接口器的主要核心是为了提高人类在各方面能力的提升，以不被 AI 统治。在最近的访谈中，马斯克提到，除了 AI 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外，未来人口的崩溃也是威胁之一，这将会造成人类文明衰退。不加以解决的话，未来伟大的人类文明将会迎来悲哀的尽头。马斯克的人生故事听起来很疯狂，他在做的事情也无人能及。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马斯克要这么拼命地做一些疯狂的事情？难道就为了拯救人类吗？在PayPal被收购的那一刻起，马斯克可以什么都不做，拿自己的1.15亿美元享受余生。在2017年 TED 的大会上，马斯克是这么说的 ：“I'm not trying to be anyone's savior. That is not the. I'm just trying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and not be sad.” Beautiful statement.